觉醒的欧洲对美国武器说不。2020年至2024年，欧洲北约成员国的武器进口量比上一个5年增加了105%，翻了1倍。其中美国武器占64%，欧洲国家也首次超过中东，成为美国武器最大的出口市场。不过从最近的消息来看，欧洲似乎觉醒了，开始对美国武器说不。德国830亿欧元的采购合同，美国武器仅占8%。丹麦放弃了爱国者，葡萄牙、波兰也要放弃 F35， 主打欧洲防务自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欧洲武器能否完全脱美，又会造成什么影响？乌俄战争爆发后，欧洲国防开支暴涨，在国际市场上看见什么先进武器，直接就是大手一挥买。在2025年之前，美国武器更是首选。不过随着战争的持续，情况悄然改变，现在的欧洲已经不想带美国武器玩了。冷战结束后，欧洲各国就躺在和平红利的温柔乡里，不愿意出来。军费花那个冤枉钱干嘛？能省则省。北约2%的 GDP 军费标准，那是什么？能吃吗？主打一个怎么舒服怎么来。这种日子，欧洲人一过就是几十年，只能说的确舒服，装备不用换，钱用在民生上，不舒服才怪。但是这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太不安全。钱都花在吃喝玩乐上了，军工企业就没人管了，直接饿得半死。技术的发展速度也极为缓慢。坦克、火炮之类的东西还好说，豹2、挑战者系列还能拉出来对比一下，但是高端装备就全靠美国，比如隐身战机、远程反导以及核威慑指挥体系等。因为背靠北约，在和平年代这样玩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在2022年，俄罗斯将战争带到了乌克兰，欧洲的和平消失不见，这是2战后欧洲大陆再次面临大规模战争的直接冲击，迫使欧洲各国放弃冷战结束后长期享受的和平红利。虽然已经加入北约，但安全感这东西最终还是靠自己的拳头。于是欧洲各国都跟打了鸡血一样，出钱一个比一个利索，原本的战略惰性被彻底扫进了垃圾堆。德国前总理舒尔茨直接大手一挥，将国防预算提升至 GDP 的2%以上，还额外掏出100亿欧元巨款，专门用来给德军充值。之后丹麦、瑞典、法国、波兰等国纷纷承诺要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可以说乌俄战争爆发后，整个欧洲都跟着进入了撒钱模式。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军费首次突破2.4万亿美元，欧洲更是以17%的增长，创下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高的军费记录。之后欧盟也崛起了，不惜放宽赤字规定，允许成员国在国防上额外烧掉6500亿欧元，甚至还掏出1500亿欧元基金，专门用来孵化欧洲自己的国防工业。在北约峰会上，绝大多数欧洲成员国都同意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升到 GDP 的5%，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直接把军费拉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乌俄战争之外，还有内部原因。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就觉得欧洲盟国军费给的太少，这是在白嫖美国的国防安全。等到2025年上任后，又提出了这一点，甚至表态我要从欧洲撤军，欧洲的安全要交给欧洲人负责。内忧外患下，欧洲国防开支爆炸式增长。这个时候，美国军工巨头们笑得合不拢嘴，毕竟欧洲财大气粗，订单肯定一个接一个。结果事情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发展。特朗普之前的撤军言论造成了另一种结果，欧洲开始强调战略自主，对美国武器说不。美国之所以让欧洲提升国防开支，一方面是减少自己在欧洲的压力，另一方面就是挣钱。欧洲军费提升后，下一步就是买了。事实也正是如此。2020年至2024年，欧洲北约成员国的武器进口量比前5年增长了105%，直接翻了1倍，其中64%的武器都是从美国买的。按照特朗普的想法，接下来也是如此。卢比奥甚至还跑到欧洲推销，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完全有能力充分满足欧洲国防需求的国家，所以北约盟国必须允许美国公司竞争国防合同。结果却事与愿违，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欧洲国家不带美国玩了，而是更倾向于采购欧洲制造。美国政治新闻网披露了一份德国最新的采购计划，未来1年内，德国将推进近830亿欧元的合作。但是在这份大规模清单中，美国武器却是寥寥无几。要知道，德国曾是美国武器的忠实客户。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2020年至2024年，德国签署超过170亿美元的美国武器采购协议，2023年更是创下了139亿美元的纪录，一度成为美国武器的3大金主之一。其他2大金主分别是波兰与日本。只是根据最近的情况来看，一切都变了。根据德国法律，任何价值超过2500万欧元的合同都必须提交议会批准。在欧洲强调战略自主的情况下，美国武器已经被排除在外。
德国议会预算委员会的一份文件显示，在2025年9月至2026年12月，德国一共有154项重大防务采购项目，美国承包商只获得了2项大额采购，分别是波音 P8A 搭载的鱼雷，价值约1.5亿欧元，还有爱国者防空导弹及发射装置，大约51亿欧元。把所有美国武器项目都算上，总价值也只有约68亿欧元，仅占德国采购总额的8%左右。其余绝大部分资金都流向了欧洲企业。德国最烧钱的项目是高达260亿欧元的 F127型护卫舰，这笔大单给了德国本土的 TKMS 公司，还有40亿欧元用于采购台风战机，以及19亿欧元升级其雷达。陆军更是豪掷34亿欧元购买德国莱茵金属和德法 KNDS 公司制造的全时全装甲车，连38亿欧元的新型轮式自行反坦克炮，3亿欧元的 IRST SLM 防空系统也都是欧洲制造。对于美国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打击。特朗普之前曾表示，欧盟将购买数千亿美元的美国武器，但现实是，欧洲的国防开支并不是布鲁塞尔说了算，而是由各国政府决定的。现在，欧洲已经觉醒，对美国武器说不。就目前来看，这种事情很早就有苗头了。德国只是个开胃菜。国家利益网站就曾指出，北约的欧洲成员国确实在国防上开支更多，但其中大部分开支都留给了欧洲，而不是美国。早些时候，欧盟推出了欧洲工业国防计划，目的就是促进欧盟内部的联合投资、采购和产能提升，摆明了就是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除了德国，欧洲其他国家也是类似的态度，甚至连 F-35与爱国者都开始滞销了。丹麦这边准备豪掷580亿丹麦克朗采购8套陆基中远程防空系统，结果美国的爱国者系统落选，丹麦最终选择了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 SAMPT 中程防空系统，则从挪威、德国、法国的产品中挑。国家利益网站预测，丹麦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放弃美国军事装备的欧洲国家。美国国家安全杂志更是语出惊人，欧洲可能已经对美国 F-35感到厌恶。葡萄牙在3月就明确宣布放弃 F-35，转而考虑瑞典鹰狮或法国阵风。葡萄牙国防部长直言不讳，我们不能对地缘政治环境视而不见，我们盟友的可预测性是需要考虑的更重要因素。很明显，这是不满美国在北约和国际地缘战略层面一直反复横跳。另一边，西班牙也增购台风，并加大对德法 FCAS 的投入。瑞典的 F-35采购交易也面临政治阻力，连波兰后续32架 F-35的采购计划也被搁置。国家安全杂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拒绝 F-35更多是对美国的不信任，选择 F-35就意味着把升级、维护和运营的自主权完全交给了美国。随着美国在北约政策上的转变，以及美欧贸易争端的加剧，这种国防能力受制于人的代价，欧洲人已经觉得不可接受了。只是就结果来看，虽然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在新武器采购时开始选择欧洲制造，但是欧洲武器不可能完全脱美。让火力军来说的话，欧洲防务的未来是在联盟框架内寻求平衡，而不是彻底决裂。之所以无法完全脱美，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技术代差。在隐形战机、远程反导先进装备方面，欧洲的国防工业存在空白。欧洲虽然有空客、达索这些响当当的防务巨头，但在高端军事技术领域和美国比起来，那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成熟的远程反导拦截系统、隐形无人机、大型无人机，这些高端货，欧洲企业现在还真拿不出来。除了美国产品，别无他选。这就好比你家再有钱，想买最新的 iPhone 17，还得找苹果公司，自己造不出来。这种技术上的空白可不是砸钱就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美国在核威慑、指挥体系、情报能力上的绝对主导地位，是欧洲短期内无法弥补的硬伤，这就形成了强大的路径依赖。有钱也没处花，有心也没力气追赶，只能继续跟着美国走。欧洲也知道自己的问题，但自己研究这些高端项目太费钱了，于是开始联合开发新武器，比如德法 FCAS 要打造属于欧洲的6代机，听起来高大上，但里面的矛盾太多了，活脱脱一部宫斗剧。法国达索和德国空客2大承包商为了工作份额、技术保密、利益分配吵得不可开交，各参与国也是各怀鬼胎。法国想要新战机能上航母、能扔核弹，德西两国却觉得这些功能没用，不愿为此买单。这种合作根本不是简单的技术集成，而是复杂的国家利益博弈。每一个技术决策，每一个工作份额分配，都牵扯到国家主权、工业基础和未来战略定位。结果就是外部威胁再紧迫，欧洲也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合力。美国这个唯一可信赖的外部供应商的角色就变得更加不可或缺了。除此之外，欧洲防务工业还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对美国关键技术和供应链的深度绑定。这种依赖可不是简单的买几件美国产品那么肤浅，而是渗透到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甚至军事基础设施的方方面面。
这就意味着，即使欧洲有钱有心搞本土研发，也可能因为缺乏核心技术或关键供应链，导致最终无法实现。这种看不见的束缚，比单纯的采购数据更能说明欧洲防务自主的艰难。就算抛弃这一切问题，欧洲国防工业也有一个问题：产能不够。一直以来，欧洲军工企业都是佛系生产，能产多少产多少，加班不可能。在乌俄战争之前，欧盟155毫米炮弹的年产量才23万发，这大致相当于乌克兰战场1个月的消耗量，这哪够用啊？虽然欧盟现在拼命扩产，计划把年产能提升到170万枚，但生产成本却不降反增，炮弹单价从2000欧元飙升到8000欧元，比美国的3000美元贵了好几倍。德国商报都承认，欧洲防空系统制造商的生产能力一直不足。IRIS-T 防空系统年产能才4套，未来预计提高到10套，但德国大城市就需要50到100套才能提供保护。欧洲的台风战机年产量现在才12到14架，预计2028年才能达到30架，而美国 F-35的年产量早就过百了。产能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多加几条生产线就能解决的，这是因为欧洲军工的长期市场化运作，与美国政府通过长期订单和国防拨款稳定市场不同，欧洲军工更多的是依靠商业化运作，挣多少钱全靠外售多不多。这种和平模式的思维定式导致他们无法快速响应战时需求，因为缺乏扩产的动力和资金，战争结束后武器订单减少，那就是亏钱的。所以一到关键时刻，欧洲国家就得转向有现成货、经过实战检验的美国军工产品。总的来说，欧洲各国加大国防开支后，加速了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也刺激本土军工企业的发展。空客和达索等欧洲军工企业的股价大涨，迎来了黄金时代。但这种情况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核心问题，这种刺激主要集中在炮弹生产等低技术领域，高端领域的自主空白和产能瓶颈依旧摆在欧洲面前。当然，产能不够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既然自己不行，那就找其他人帮忙，比如韩国。在欧洲军工佛系生产、美国武器又贵又难买的尴尬时刻，韩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整个欧洲。国家利益网站称，美国有望继续赢得全球最大国防出口国的称号，但美国作为欧洲主要供应国的日子可能即将结束。事实也正是如此，就当前的情况来看，波兰、罗马尼亚、挪威、爱沙尼亚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将数百亿美元的订单投向了首尔。韩华、KI、LIG、NEX1 这些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如今已是全球军火市场上的重要玩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韩国武器的确有一定的优点，比如花小钱办大事。韩国的 K2、FA50 性能尖端，价格却远低于美欧同类产品。这又好比去按脚，用一半的价格就体验了全套服务，谁不乐意？花钱少就算了，服务上也特别快，不需要太长时间的等待。当欧美军火商被繁琐的程序和积压的订单拖得焦头烂额时，韩国武器却可以快速交付。波兰2022年签的协议，第一批 K2 坦克和 K9 火炮短短几个月就运抵波兰港口。人家是怎么做到的？先从本国军队库存里挪用一部分，同时国内生产线马力全开，迅速扩产以满足出口需求。此外，价格便宜，但服务质量却很高。韩国武器系统不仅经过实战检验，还积极与北约标准对接。出口到欧洲的 K9 换装了北约标准火控系统，FA50也升级了北约通用的 Link16 数据链。而且买东西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政治附加条件，购买韩国武器没有美国或法国那么多政治条件的严苛的监控，买家在获得先进武器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去按脚时，小妹不会说什么办卡服务，不会影响自己的心情。除了这些，韩国武器还有一个优势，技术转让。韩国的军工巨头在合作模式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非常愿意与客户进行联合生产，共享技术，甚至帮助对方建立本土生产线，手把手教你造武器。也正是因为这几大优势，韩国武器很快就席卷欧洲。挪威、芬兰、爱沙尼亚这些北欧国家身边就有德国等传统火炮强国，但还是选择了韩国的 K9。罗马尼亚更是大单不断，如果协议最终敲定，将成为韩国武器在欧洲的第2大客户。中东欧那些曾经依赖苏式装备或老旧美欧武器的国家，如今都将目光投向了韩国，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等。韩国正以惊人的速度，从10年前的世界第18大武器出口国跃升至第8位，目前是在2027年之前冲进世界前5，欧洲就是那块最关键的跳板。总的来说，在乌俄战争以及特朗普的施压下，欧洲开始正视自身的防务短板，并加速寻求真正的战略自主。只可惜躺平了那么多年，欧洲武器彻底的脱美并不现实，也并非欧洲的主流诉求。就像一位法国外交官所说，我们一边迫切希望美国不要退出，一边又在尽快为他们的退出做准备。这句话看似矛盾，却道出了欧洲防务自主的真实目的，在维系与美国联盟关系的基础上，寻求更大的自主权和能力。
未来几年，欧洲将继续在寻求自主与维系依赖之间寻求平衡，这包括加强欧洲内部的联合采购、研发，弥补弹药、无人系统等方面的能力短板，并在北约内部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推动建立一个更欧洲化、更分散化的北约。在欧洲大陆之外，美国核潜艇有了新举动，不声不响地干了几件大事。新闻周刊披露，近期在大西洋区域，美国进行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水下导弹试射活动。此次测试共发射4枚可携带核弹头的潜射导弹。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弹体均为搭载实战化战斗部，其性质属于纯粹的性能验证。作为美国核三位一体战略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弹道导弹核潜艇与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以及具备核打击能力的战略轰炸机共同构筑了美国核威慑能力。五角大楼明确指出，此项战略旨在对潜在对手实施有效威慑，并确保在威慑失效情况下，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根据当前的消息来看，本次试射活动发生于9月17日至21日，由一艘隶属于美国海军的俄亥俄级执行，在佛罗里达州东海岸附近海域，此潜艇成功发射了3叉戟D5，这种导弹的射程超过了1.2万公里，具备跨洋打击能力。美国海军战略系统计划部门透露，每枚3叉戟D5理论上可携带多达8枚独立弹头。此次试射的导弹均准确落入在大西洋划定的一片广阔试验区域。此前发布的航行警告已提示，导弹的预定弹着点可能延伸至非洲西南部海域，其覆盖范围可见一斑。美国海军官方证实，9月21日晚进行了一次发射实验，照亮了夜空，甚至远在波多黎各的人都能清晰看见其轨迹。按照美国战略系统计划部门的说法，此次测试是预先规划的例行活动，并非针对当前任何国际事态的及时回应。这类测试的目的就是对武器系统的可靠性与准确性进行持续评估与确保，属于美国核力量维持其战备状态的常态化机制。这话说的没错，核力量的周期性测试属于美国保持战略可靠性和有效性的重要环节。在5月份的时候，美国空军就从加利福尼亚州向太平洋区域试射了一枚民兵3，同样没有携带战斗部。至于负责本次试核的核潜艇，美国并没有公开，但美国海军现役的14艘俄亥俄级中，6艘部署于东海岸，以佐治亚州为母港，每艘此类潜艇均可搭载20枚3叉戟D5，具备实施战略核打击的强大潜力，估计就是其中之一。除了试射之外，新闻周刊还指出，一艘美国核动力潜艇在访问盟友国家期间部署至南海区域，一位情报分析师援引开源船只跟踪数据，直接公开点名，这艘核潜艇就是俄亥俄号。眼看藏不住了，美国海军第7潜艇大队就通过电子邮件声明向新闻周刊证实，俄亥俄号正在苏比克湾码头进行一次预定的港口访问。这是前脚刚搞完大西洋，后脚就跑到南海来串门。按照美国的说法，我们就是来喝了个茶，聊个天，别想多了。但是最终目的是什么，谁又说得准呢？朝鲜日报报道指出，韩国防卫事业厅联手国防科学研究所和民间企业，共同开发的第2代韩国垂直发射系统，已于韩华航天的昌原厂区举行研发完成仪式，为该国军工自治立下新里程碑。韩国防卫事业厅表示，第2代 KVLS 系统自2020年研发至今，全案斥资7100亿韩元，并赞扬了其在开发期程、经费成本方面管控得当，有利于后续上舰部署，进一步强化其国防自主能量，强化海战效能。防卫事业厅则报道说，韩国新一代垂发系统比之初代更耐高温、高压，且兼容多款军舰、多种武器，能装填反舰、防空、公路反潜飞弹，深化作战弹性。报道指出，根据防卫事业厅规划，该系统除部署于2024年服役的最新一代神盾驱逐舰正祖大王号系列舰外，未来还将部署于开发的 KDDX 40代驱逐舰上，持续提升该国国舰国造的研制能量。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欧洲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放弃美国武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
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